真的很希望时间可以停在这一秒。你的车技真的好烂，你的话也就一般。你嘴巴毒的谁都受不了。你亲得很开心啊，因为那一天我不再爱你。叔叔，能让我活下去的，就只有恨。叔叔，你害了我父亲。你也配进慕容家的门3年前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老子弄死你！原谅我以这样的方式和你重逢。你欠我只有一句对不起吗？叔叔，爷爷。依然孤大明星真是越来越火了啊！霍老板，也不说想我，结束之后来找我。李老板，别来无恙啊！别板着个脸，大喜的日子，免得被慕容亲家看清了。亲家，没情。你强行把我推出去，嫁给慕容家那个废物，你们倒是张口闭口成亲家了。你在霍家也算不得什么明珠，我看合适。哦。你也别板着个脸。成军出行，无关人员避让。往上看，往上看，别打，往上看，让开，走开。
青云兄，恭喜，霍家的产业越发壮大了。夫人说笑了，区区一个影戏院，于人于己吧。这往后还得多多仰仗您，还有青云兄照顾。对了，二少呢？两家小辈联姻，我们做长辈的做了决断便是，没必要让他亲自来一趟。敏贤和慕容二少定亲，还从未见过面，这样。今日是来祝贺霍家的新产业，轻易的事情，我们后面再议。没什么可在意的。青云兄放心，季节诸臣之好，霍家眼里只有自己人。军械物资必先紧着亲家，何况你现在又执掌航校，霍家定会倾力相助。执掌航校这上房难来，并不是我占为己有。霍兄要是想为国为民的话，帮助航校，那我就替航校感谢。要是为了这门婚事的话，那就不必了。荒谬！这成军的军服也是你能穿的？父亲曾执掌成军，这身衣服是作为儿子对于父亲的一种仰慕。母亲这身军服不也是穿了一辈子？你没有资格提起你的父亲，把这身衣服脱了。母亲，轻易想到家里，这是好事。你总是护着他。大哥若真想护我，为何不替我娶了这霍家女儿？婚事我们回去再说，别让母亲难堪。你刚出狱，自然不知道，你大哥和南洋船王的独女早有婚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难怪您想起我来了，我还以为母亲早把我给忘了。敏贤呢，虽然是旁支的女儿，但毕竟联姻是为了联盟。她和二少白头偕老，绰绰有余。两家联姻既为联盟，那霍大少爷为何不直接住进成军军营，和将士们白头偕老，岂不更干脆吗？放肆！儿子自小没父母管教，口无遮拦惯了，母亲体谅体谅。哎，哦，对了，霍夫人，不，岳母，敏贤是害羞了吗？人呢？婚礼还没有举办，二公子没必要改口，我先进去了。在外人面前，没必要让母亲难堪。
被你们卖了个好价钱，到底是谁难看？你怎么不去死？霍小姐是在许愿吗？想要许愿的话，去寺庙才对。我绝不会嫁给杀父仇人。可惜了，这桩婚事，你我都说了不算。你一个被李家养废的烂货死，一个害死我父亲的杀人凶手，凭什么还好好活着？凭什么？大概凭我姓慕容吧。你倒是舔着脸姓慕容，慕容家认你吗？霍小姐，你我不过是两家利益的棋子，别太入戏了。慕容轻易，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好，我拭目以待。这车子起码不是慕容少吧？你是不是？快点，快给我关掉！快，我让你们给我关掉！快，太丢人了！快点，别拍了！这怎么回事？别拍！我还找人关掉啊！你们都别拍了！我找人关掉！关掉！我让你关掉啊！别拍了，都别拍了！别拍了！别拍了！你们哪家报社的？别拍了！慕容轻易，你好卑鄙啊！真是一出好戏啊！别拍了，别拍了！有报社的，别拍了！有报社的，别拍了！说你的，别拍了！放下，放下来！放下！别拍了！别拍了！大人，怎么回事？去放映室看看，这个内容绝对不能外传。慕容轻易，很大的惊喜啊！母亲过奖了。荒唐无耻！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东西？二少，不好了，胶片先一步被人拿走了。怎么回事？放映员被打晕了，现场没影像证。这是龙胆花。我家以前种了很多龙胆花，你这院子里要是种些龙胆花就好了。你教我种花，我教你跳探戈。苏苏！
你好，我要买花。苏苏，爱是未尽的飞燕，爱是燎原的余热，恩怨炽烈的交锋，这一秒苏苏过火，往前线悲欢纠葛，往后人压迫苦涩，心跟着念头跳动，还是不得解脱，是否是我？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把退回到枪口，爱梦呀，试着回头。或许我也能安然逃脱，可惜绝无果。这花真好看，谢谢。比对手更懂如何潜入怀中的缺口，真心在暗处仍有发落，经受着试探。他已经死了，我还在期待什么？这一束燎原的光，扬起未尽的羽毛。我清楚命运在手，空手的不肯罢休。苦乐从眼前交错，命运中反复重播，几世那未尽的爱，依然不活。慕容轻逸，好久不见。贱人！光丢了慕容家的脸，还敢把我霍家的脸放在脚下踩，想死是吧？我怕他慕容轻逸呀，我巴不得他被千刀万剐。他再不济是慕容家和李家的两姓之子。哼，同样是一子而养，李伯则是两姓之子，我承认。慕容轻逸就是个两姓弃子。堂哥，你还把这垃圾当成香饽饽了？哼！霍明贤，慕容轻逸跟李伯泽自小抱错，李伯泽得两家宠爱，身份尊贵无比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慕容轻逸这两家厌恶的弃子才跟你配得上。你今日所作所为，连烟花柳巷的那些人都不如。我本就另有所爱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正好，我才不要嫁给杀父仇人。霍明贤，大官要照照你自己啊！把你嫁过去，不过是为了两家军火生意做个投名状而已。真以为自己是霍家明珠了？我就算让你嫁给慕容家的一条狗，也得给我老老实实的嫁过去。你爹死得早，你和叔母要想继续留在霍家，就得为霍家谋福利。把他关起来。上。就说他不堪受辱，服毒自尽，现在人在医院抢救。放开，我自己走。少爷，您是要慕容家要人。大小姐，开饭啦！都撤了吧。小姐，这些山珍海味您怎么说不吃就不吃了呢？你放屁！
这是燕子的血口水，这是鲨鱼的边角料，算啥山珍海味呀？狗都不吃的东西。你赶紧拿走吧，快点儿！还得是这口啊！哼，那咋了？母亲疼我，我想吃啥就吃啥，我想说啥就说啥，谁还敢不乐意了？小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，当年母亲跟着我爹四处征战，把我一个人扔在乡下。母亲她是想补偿我，我懂。但是我是搁东北那嘎长大的呀，我真吃不惯呀。夫人、少爷回来了。哎，小姐，夫人和少爷好像回来了。啥？慕容清逸这个赔钱货也回来了？我听说他今天可出尽了风头。小姐，家丑不可外扬。哼，拿着。他可算不得慕容家的人。没事了，小姐，您上哪儿去啊？凑天大的热闹去。霍家妹妹真投人了。你胡言乱语什么？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。哎呦，竟然是真的！毛毛躁躁，坐下来说。哎呀，这霍家如果不跟咱们结亲，那霍家这批抢手的军火，恐怕就不会卖给咱们了。慕容清逸惹出这么大的麻烦，可要好好教训教训。秦宇，你身为大哥，就应该先收拾他，是吧？只怕他狠不下这个心。清逸从小被报错，养在李家，本来感情就需要慢慢培养、重新建立的，但偏偏3年前，因为霍家的事儿，又让他受了牢狱之灾。现在还不顾他的意愿，强压着他与霍家联姻，他有怨气也是应该的。他也配有怨气。当初如果不是他，连报个信都报不清楚，你父亲会死得这么早吗？你父亲纵横天下，要死也是马革裹尸，战死沙场。我的男人怎么能死得如此平庸？母亲，您是知道的，不管是父亲的死，还是霍家的案子，这其中都有蹊跷。清逸有现在的情绪，不过就是他觉得委屈。如果母亲您能多给他一点耐心，别怪我不提醒你，你和他走得这么近，小心引狼入室。作为霍敏贤的相好，竟然做出这种事情，挺狠心啊！相好，我计划了那么久，要不是你插手，那毒妇的事已经传遍南城，此刻应该羞愤自杀，下地狱了。你有个弟弟叫秦学，去年被霍敏贤逼着跳了楼，此后休学在家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别动我弟弟，这贱妇就该死！我不管你跟霍敏贤有什么恩怨，公开放那种东西，太碍眼。说吧，东西在哪儿？不说什么？那你可想好了？你要是折在这儿，你弟弟怎么办？嗯？
说吧。我只负责调包，其他事情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东西在哪。夫人、大少爷、小姐，霍家人闯进来了。敏贤现在想不开，服毒自尽，人在医院，生死未卜。慕容家怎么也得给个说法吧？啊！喊什么喊啊？今天这样的丑闻，该给说法的是你们霍家吧？遗书上写的很清楚，事情是假的，敏贤根本就不认识那个房东。我派人去查了，放映员被打晕，就是你们慕容家找人搞的鬼吧？啊？谁？出来！收拾一下。霍大少，这样的事情发生了，对我们两家都没有什么好处。我们慕容家没有理由去泼这脏水。理由？不就是想让我们霍家觉得李逵扫眉搭眼的给你们慕容家当牛做马吗？我告诉你，敏贤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。霍大少啊，凡事要讲证据。这件事情，我们慕容家才是受害的角度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婚约就解除吧。至于那批军火嘛，程军和李家引军都在争夺南北铁路，你就等着肉搏吧。我好怕呀。不可，婚约必须照旧。慕容清逸和霍小姐可以登报澄清。片子是假的，是有人陷害。霍小姐一向冰清玉洁。母亲，这个还是要看清逸的意思。对吧？夫人就是夫人，为了一个弃子伤了和气，何必呢？不过夫人，我之前念在姻亲。慕容家在我那儿进货，我都是压了一点价格的。现在我想涨一点点，3成。不要得寸进尺。您如果觉得亏，我可以找别家。二少爷，您回来了。霍少爷在呢，把箱子打开。你又要干啥？今日戏院所有记者拍摄的照片都在这儿，报馆记者也悉数打点。霍少，今日之事就此结果，如何？我要是不同意呢？军火嘛，没了霍家也有别家，再不济，我们慕容家也可以扶持下一家，不是非要买霍家的军火不可。慕容家说话就是硬气啊，也好，正好我想拜访一下李荣章李大帅，想必他对军火生意也会感兴趣。大一，你陪霍少去拜见一下李大帅，就说
之前颍州被围，李大帅死了几百名部下，都是因为霍家囤积居奇，影响军粮运输造成的。放屁！证据和证人现在都已经在李大帅的营帐里了。霍少，自己去看看。啊，对了，霍敏贤的情妇也在我这儿。要是他跟记者胡言乱语的话，影响不太好吧？我就知道是你。是不是我，还重要吗？霍小姐的事可以不作数，但这批货必须是原价。好，婚礼照办，价格照旧。不够，大哥，被卖的是我，不是你。我有这么便宜吗？听说霍家最近进口了几架新型飞机，既然霍少这么重视这次联姻，不如给敏贤作为嫁妆，如何？慕容清逸2种头条，整个南城已全数刊印。明天引爆南城的，是霍大小姐不舍旧爱呢，还是慕容家与霍家订婚之喜？你说了算。你别得寸进尺。你也可以选择拒绝。最好别再有什么纰漏。有几架新型飞机作为嫁妆，能有什么纰漏？再说，让服了毒的霍小姐从地底下爬出来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是你曝光了霍敏贤偷汉子，你居然自己给自己戴绿帽子，疯了吧？寻常人要是被戴了绿帽子，早就撞墙自杀了。你倒好啊，不知道丢脸，你还得意上了。你这缺心眼的样子，你是要气死我跟母亲吗？是我又怎么样呢？你们生气，我开心，不行吗？哦，对了，少生气，别把自己给气死了。你够了，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。秦毅，这件事情明明不是你做的，为什么要承认？大哥如果想要教训我，就免开尊口。也罢，我本来就不同意这门婚事的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谁说我不愿意啊？反正我娶不到心爱的人，我娶谁都一样。管他是霍敏贤呢，还是陈敏贤，我只要拿到我想要的东西就行。唉，大哥也不用可怜我，我暂时还不需要大哥来做这个拯救者。明日就是订婚宴了，今天就在家里面住吧。顺便跟我去码头接你嫂子，你还没见过她呢。家，这是家吗？
二少，我查过了，放骗子的是霍敏贤情夫，但拿走胶片的似乎是个年轻女子。那个女人应该是趁剧院乱作一团时，打晕放映员，拿走了胶片。怎么回事？关掉！快给我关掉！我让你给我关掉！别拍了！别拍！关掉！快给我关掉！你们都别拍了！他只留下了那只龙胆花，但此人是谁，去了哪儿，毫无头绪。还要继续查下去吗？继续查。胆敢在慕容家和霍家眼皮底下搞事，此人必有所图谋。明白。明日就是订婚宴，二少今日早点休息吧。欢迎各位嘉宾莅临慕容大少与南阳方家、慕容二少与南城霍家订婚庆典，有请霍敏贤小姐入场。接下来有请方木兰小姐入场。夺走我的一切，你是否能承受？换来你的一切，我是否能拥有？泪要淌，血要流，痛也不愿放手。3年了，一个死人重新站在我面前。他活了，我疯了。天长地久。叫大嫂。大嫂。哭包小姐随信附上北城秋色。我与他书信往来，无所不谈。沈素素，你竟然没死！今天这箱胶片就当是我这个做嫂嫂的给弟弟的一份见面礼吧。难道非要先痛才知早已心动？难道每场好梦都注定会落空？爱到底，恨到头，全都毫无保留。别退后，别松口，直到竭尽所有。我们不管怎样都天长地久。感情多充沛，才足够被挥霍。我没原谅你，你别宽恕我。任燎原的野火焚毁你，烧尽我，也甘愿做着飞蛾扑向的炽热。难道非要先痛才知早已心动？